CIRQ 框架安装与基本操作哦。那么接下来来看这个单元哦。那我们在讲量子框架这个 CIRQ 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量子程式设计还有哪些框架。那第一个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 IBM 哦，这个 Qiskit 哦。那 Qiskit 呢，它是由 IBM 所开发的这个开放原始码的量子计算的框架。那基本上它也是用于建立模拟跟执行量子程式啦。那它提供了一套丰富的工具来去进行量子演算法的开发然后呢，提供一些量子电路的计算还有这个量子硬体的这个测试那它的特色呢它是具备强大的量子电路的模拟器以及提供实际量子电脑的一些连接方法然后让你呢可以去做这个有关量子计算的一些运用那它同时呢也提供非常丰富的学习资源跟社区资源你可以直接在网络上去查到有关这个 Qiskit 的使用方式那再来呢，另外一个，这通常都是大厂这个接下来这个是微软Microsoft 呢，它一直都有在去做一些程式语言的发展啦，像是这个 C 家族的C 家族就是 C#， 然后呢还有这个 F 还有提供这个 F#。那在 Quant 这个地方呢，它就发展了这个 Q#。那 Q# 呢，它是微软量子开发套件的一部分那它是一种专门为量子程式设计所设计的一个程式语言那它允许开发者呢以传统程式设计的方式来去进行量子计算的开发这算是它的特色了那它特别强调什么东西？它特别在强调这个它与传统程式设计之间的整合呢，尤其是在跟 .NET 平台的这个相互的操作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用传统程式设计的方式直接去写这个量子程式设计这个讲法好像有点对其实它主要的意思不是这样，它的意思是说，如果你需要有一个好的 UI 界面或者是说你需要有一些功能可以跟你的量子计算下去做整合的话，这个时候呢，你可以使用 Q# 就是说传统的部分它你可以用原本的程式下去做这个撰写，然后呢，它需要去呼叫量子程式设计的部分呢，你就可以使用量子的框架那边下去做设计。OK， 好，那再来是 Google 的 CIRQ那 CIRQ 呢，它是由 Google 所发展的一个开放原始码的量子计算框架。这个地方它就跟 IBM 就开始有点像了啦不过呢，因为他们做的机器有点不太一样因为那个 Google 它自己有自己的量子的晶片，那 IBM 呢，它基本上也有他们自己的这个量子的电脑好，那它是专门为这个量子电路的设计啦、量子电路的模拟啦，以及你这个量子的执行去执行这个量子演算法所设计的一个这个计算框架那它是特别为这个 Google 量子处理器所进行的这个实验跟研究啦那它的特点呢是提供直接的控制和灵活的界面进行这个量子硬体上的这个研究和实验 OK 好，那量子框架的比较跟选择那因为我们这个刚开始入门在学这个到框架一大堆，我们现在状况跟什么一样？跟我们当时在选那个这个深度学习的框架人工智慧框架也是非常多那到底选哪个比较好好，基本上我们根据4点下去做判断的第一个是根据你的学习跟应用需求，第二个是看一下这些框架有没有什么样的独特和优势与它的这个特长的地方然后我们找一下有没有什么快速入门跟通用性然后再来是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些深度的整合跟进阶运用这个部分如果说是就我们以前在学这个程式语言的讲法啦，就是说学什么样的程式语言比较好因为这件事情基本上没有标准答案，可是呢通常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在网络上最多人使用的那一个通常你去学那个可能会比较好。那为什么是这样讲？那是因为呢你遇到的问题不会只有你遇到，你遇到的问题呢大家都会遇到，所以呢当你在社群网站上面呢去提出你的问题的话，你的问题才会有机会被解决，甚至你在网络上找的话也比较容易找到跟你相同的问题知道怎么下去做这个解决。如果你所选择的这个程式语言或者是这深度学习的框架甚至现在的量子框架，如果它是比较冷门的这个因为某些因素你不得不选择的情况下，通常很容易这个求助无门好，不过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量子框架就只有目前看起来就3个就是这个 IBM 的 solution 再来是微软的 solution 再来是 Google solution 所以看来看去应该是不会选错啦来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学习与运用需求啊，一般来讲啊，我们在选择合适的框架，通常是取决于你的学习目标啦，好，还有你的实际运用，好，以及对特定量子硬体的连接需求。这句话基本上要有个重点，叫做特定的量子硬体。如果说你已经确定了会使用 IBM 的这个量子电脑的话啊，一定是选这个 IBM 的 solution 嘛，哈。那如果说你会去使用到那个 Google 的量子晶片的话，这个时候呢，通常我们就会使用这个 Google 的这个解决方案。好，那如果说就特定的优势与专长啦，哈，就是每个框架它都有它独特的优势跟这个擅长的领域啊。那通常就要去分析一下，去了解他们的这个独特优势跟专长领域呢，这个可能也是会是一个好的这个选择的关键哈。那对于快速入门跟通用性来讲哦，对于初学者啦，通常会希望能快速入门量子程式设计的一些使用者呢，可能会去选择这个CRQ 哦，或是这个 Qiskit 哦。那这两个基本上它提供了易于学习和使用的环境啦。那这些框架呢，适合广泛的运用哦，同时具备有丰富的教学资源与社群讨论。所以现在呢，在量子程式设计的入门啊，通常就是这两个选择，一个是 Google 解决方案啊，一个是 IBM 的解决方案。好，那对于寻求这个深入整合这个量子计算与传统计算的开发者啊，这个时候呢，通常就只能选微软啦。微软的 Q-Sharp 呢，提供一个强大的工具啊。那 Q-Sharp 特别适合与传统大内的平台下去做这个互相的结合啊，它可以进行更复杂以及更进阶的量子计算的应用开发。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哦。如果说我们要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啊，去这个安装这个 CRQ 的话，应该要怎么去进行呢？那通常呢，我会使用这个 PIP 的这个软体工具哦，直接去 install 我的 CRQ 哦。这个软体这个套件呢，基本上它已经放在 PIP 上面了。好，那因为我们是在 Google Colab 来去做这件事情，Google Colab 是怎么样哦？它已经提供了一个这个基于云端的 Python 开发环境，我们之前有提到了哈。这个 Python 开发环境里面呢，它已经把我们这个深度学习会使用到的相关工具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啊。基本上呢，它就是包含了许多研究和开发所需要的标准的这个 Python 的套件跟资源。好，那对于这个 CRQ 它本身也是 Google 发展啊，可是它现在目前没有把它给装上去哦。那现在目前是没有装在它的这个环境里面。啊，不过啦，基本上它也是为量子计算的学习跟实验提供一个理想的起点啦，哈，所以基本上你还是可以在 Google Colab 上面去做这件事情啊。不过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有一些小状况啊，因为我们后面呢会用到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前面是在用 TensorFlow 嘛，哈，所以 TensorFlow 后面呢它就有 Quantum 的版本哦，就有 TensorFlow 的 Quantum。那 TensorFlow Quantum 呢，它现在目前只支援到 Python 10啊，Python 9。哦，那目前呢，应该说 Python 9、Python 8、Python 7啊，都是指三系列的哦。那我们现在的 Google Colab 它现在是 Python 3.10啊，它刚好没有办法支援 Python 10，所以呢，我们后面如果有用到 TensorFlow 的 Quantum 的解决方案的话，可能就要使用其他方式哦来去做处理的哈。好，那虽然呢 Colab 它已经提供丰富的这个资源啊，我们要提到 CRQ 在它身上。所以怎么办？哦，你就必须要把它给装进去啊。那怎么装？使用 PIP install 哦，然后搭上 CRQ，然后呢，哦，记得哦，这个金汤它要补给他，他才知道说你现在执行的是指令。好，我们现在呢，哦，就直接进到我们的画面上面哈。现在这个机器呢，好，基本上我已经把它去做启动了。好，那一开始这个机器呢，它现在只有 Python 的开发环境，它里面是没有 CRQ 了。所以如果你去做 import CRQ 的话，哦，这边加一行哦。然后加一行 import CRQ， 好，这个时候呢，它通常都会出现说，它看不懂这个方法哦，它看不懂这个方法哦，在这个地方呢，它应该会写说，哦，不知道的哦，没有这个名称哦，没有这个 CRQ 的这个 model name 啊。一般来讲呢，我们在这个写 Python 的时候，如果看到只要是出现这样的关键字啊，通常就是使用 PIP 然后去安装这个名称了。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来执行一下，用 PIP 去 install 我们的 CRQ。这个安装呢，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不过说安装啊，是在每一台啊新的机器上面需要做一次哈。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们这个 Colab 基本上就是它会立刻去开一个新的这个 Ubuntu 的机器哦，让你可以下去写这个 Python 程式码。所以呢，你每次这个重开机器的时候啊，里面的资料都是干净的，所以变成是这个软体的部分呢，必须要下去做重装哈。
我们等它一下。好，快完成了。它在安装的过程中啊，不是它只把它自己装起来，在安装过程中，它会把这个跟它需要使用的这个响应套件一并的把它给装起来啊，一并把它装起来。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同时又装了好多其他的这些工具哦，一起把它给装起来了。好，那它完成之后呢，这个内容有点长哦，我把序写给删了，这个操作可以把它删掉。好，这时候呢，我们再去 import 我们的 CRQ。OK，好，这样就可以用了。所以呢，现在我们的 CNRQ 呢，基本上在这个机器上就已经 ready 了。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准备进行去操作我们下一个单元哦。那这个单元呢，好，我们就先介绍到这个地方。